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寝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徐府副秘书长、尹乃菁小姐、连奕芳委员、李彦秀委员、叶元之委员。好，拜登在民主党大会的第一晚上就演讲，啊，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了哈。那演讲完了以后呢，就离开了。断然离开到洛杉矶去度假2个星期啊！他认姐妹剩多久了？就跑去度假2个星期。他现在应该坐镇在白宫才对，因为副总统什么都不在了嘛，都在搞选举嘛，局党搞选举，就他一个人是总统啊。那他大概想也算了，啊，带着家人去度假去了啊。那意思就是传承交给贺锦丽啊。然后呢，这个民主党大会里面呢，尊拜登，大家都说拜登好。连佩洛西也出来赞美拜登，原来奥巴马什么都出来赞美拜登，他让位了嘛，好，都很好啊。那打川普啊是主轴啊，就大家都骂川普啊。那另外当然要显示一个团结的意义了哈。这个新的党纲里面呢，讲拜登讲贺锦丽只有几十次，但是川普就出现了150次，似乎现在民主党是为了川普而活。拜登觉得绝对不能让这小子当选啊，他是个坏蛋啊。那这个贺锦丽啊跟华兹啊连线造势啊，变成一个造势的连线啊。那另外呢，他们说川普是不重视人民利益的啊。奥巴马上来演讲啊，奥巴马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很会讲话。奥巴马其实就是这个好像多少几年以前的，就是民主党大会上台演讲后，大家发觉说哇，这哪里跑出来一个黑家伙这么会讲话，轰动全场。所以这个在美国很多那种政治人物，有些人在地方有名，没有全国知名度，但利用这种共和党大会啦、民主党大会啦，全美国都在转播。他们在什么时候举办都要算。我如果在东岸举办几点钟，西岸民众电视也看得到；如果在西岸的时候几点钟，东岸的民众也看得到，全国都要能看到啊。所以呢，哇，一举成名天下知哈。所以呢，这个奥巴马啊，跟他太太啊，其实都有人说，本来是说他太太出来呢，机会很大。不过呢，一对夫妻啊，都蛮厉害的哈。他们说不可以再给川普4年了哈。那另外呢，本来保守党的这个大佬呢，应该是支持川普的哦。他是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著名的法律专家，他都出来说，川普是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哦。很多这个保守派人都看不惯川普哈。那川普呢，现在骂贺锦丽，骂到贺锦丽的爸爸一起骂。他说：“你们知不知道贺锦丽是个共产党？”他爸爸也是个共产党啊，他爸爸在大学是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授，研究马克思，满脑子共产思想哦，所以呢，把他女儿教得这么好哦，他连爸爸一起骂啊。那另外呢，蛮重要一个小罗伯甘乃迪，这是甘乃迪家族的哦，他那个以前那个司法部长的儿子啊，他原来是民主党的，甘乃迪家族一定民主党，不过后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候选人，他现在也考虑退选。如果他退选，对川普是有帮助的。他们做的民调，然后对川普有帮助哈。所以呢，他之所以要退选，是避免帮助贺锦丽当选，因为他可能分掉川普一些票哈。我们看一下 ，Chicago, it's good to be ho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feeling fired up. 民主党全代会的第2天，前总统奥巴马火力全开，为有20年交情的贺锦丽激情站台。Of the two major candidates in this race, only Kamala Harris truly understands the unseen labor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除了奥巴马，他的夫人蜜雪儿也登场，激情演讲，左捧贺锦丽，右批川普。The truth is, Donald Trump sees power as nothing more than it means to his ends. We do not need 4 more years of bluster and bumbling and chaos. We have seen that movie before. For years, Donald Trump did everything in his power to try to make people fear us. See, his limited,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2 hard-working, highly educated,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 重量级来宾站台，2人金句连发，也为民主党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President Obama just on a different level in terms of being a celebrity from almost anyone else we're going to hear from at this convention. 现场有泰勒斯狂粉穿贺锦丽肖像的衣服到现场发送上百条手链应援，还有人在帽子上插满美国国旗。So the hat has its own seat. It had its own seat. 场内不只有激情选民，不少网红还到场拍片支持。全代会第二天抢攻年轻选民票仓，打造轻松愉快的氛围。贺锦丽在拜登之前最弱的年轻选票，几乎是压倒性获胜，轻易就能获得年轻人青睐。好，老美就是公开的啊，这个小萝卜干里的时候，我可能考虑退选，帮等于把人票一部分票转给川普。川普说：“我给你一个官职啊，我在台湾还得了吗？你这个干嘛啊？”美国大摇大摆的讲无所谓。来，于帆兄，但是这个小萝卜甘乃迪的跟他搭档那个有华人血统的，妈妈是华人的那个 Shanahan， 他说这个有困难。他显得他也不是很欣赏川普，所以要看。不过整个来看哈，甘乃迪的这个小萝卜甘乃迪的。他的魅力是降低，他说了几次话都不是很得体，他的支持度现在都掉到大概5%甚至以下了，4%左右。对，所以他的确，他如果说他不选的话，啊，或者是加入川普的阵营的话，对贺锦丽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川普的票被小甘乃迪他们拉走了一些。不过现在讲过来，就民主党也是很厉害啊。你像这边罗伯甘乃迪的这个儿子出来要选举，他那边就拉了甘乃迪总统的唯一的男孙出来要上台演讲，就2020年已经出来讲一次，这次他还要再上去讲。那川普那边，所以我想这次是一个有点分裂的共和党对一个非常团结的民主党。你看川普那边，先讲一下川普那边。他的前任的他上一次的副总统候选人，同事 Mike Pence 说我不支持川普，但是我也不会支持贺锦丽，可这个就很伤了。然后他的团队《华盛顿邮报》昨天发布了一个新闻，替他整理了一下，川普的主要的阁员啊，有一半是不支持他的，没有出来挺他，啊，有的还是这个公开这个反对他。那这个还有人做一个民调，甚至这个研究只有1/3的前任的阁员支持川普，所以川普这个实在很值得去检讨。那你看到的民主党真的是很团结，奥巴马出来，奥巴马夫妻出来，奥巴马夫妻都非常受欢迎，尤其是黑人非常欢迎。所以我讲贺锦丽经过这次这个奥巴马出来助讲以后，黑人的选票他可能会冲到90%以上，因为奥巴马本身第一次出来选，他就拿到95%的黑人的投票，投下去票就95%，第二次也有92%，所以这个贺锦丽如果得到奥巴马这个帮忙，黑人票对他非常非常重要，何况喜欢奥巴马的人还不是只有黑人而已，很多的白人 Latino， 这个讲西班牙话这些人都是蛮喜欢他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团结，就是说卡特的那个唯一卡特的孙子也出来了，说我祖因为卡特90几岁不能出来，对，这个对乔治亚的票是会影响很大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好多个，譬如说这个克林顿夫妻也出来了，克林顿没有那么重要，克林顿的太太很重要，因为美国女权主义这些年来快速往上走，尤其堕胎的议题。这里面美国的这些女性主义者最崇拜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希拉蕊，所以希拉蕊这个出来演讲，对这个贺锦丽的美国的这个妇女票是有帮助的。不过最后可能一个需要去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川普你怎么会你的子女也反对你，你的侄儿甚至出书出来反对你，那就觉得说，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讲法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你家都不能齐嘛，对不对？你自己你的侄儿、你的子女跟你那么亲，都跳出来这个反对你，那这怎么办呢？不过最后我是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加沙的问题要注意了。对贺锦丽来讲，
因为加沙走廊让民进党让那个民主党的内部分裂，这里面譬如说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大学毕业的这年轻人、阿拉伯裔的这些人，他们非常的同情加沙的这些人，所以他们认为你拜登、以色列这样的残忍，你还卖这些武器给他去杀这个加沙走廊人，所以其实拜登政府也晓得。这个布林肯为什么这一阵子一直往中东跑？而且他说有可能就要促使这个和平，虽然我觉得不太容易了但是呢，如果说能够把加沙走廊问题处理掉，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代表大会的门口就几千人在那示威，上万人这些人示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加沙走廊，他们觉得这个以色列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更不对。如果把这一块给解决掉的话，民主党会变得更团结。原来说要几万人在门口示威，不过民主党这次的党纲还是没有把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写进去，还是不敢得罪犹太人了我认为那个和谈也不乐观了这个布林肯跟这个纳坦雅胡谈了3个钟头，出来说没有问题了，我们都解决了，以色列同意我们了，现在就看哈马斯同不同意了。今天那个纳坦雅胡去跟他们的那个被俘虏的家属说，我们将来军队继续驻扎在这个加沙。布林肯说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军队是要撤出才谈判完毕，对不对？那你说他如果军队继续驻扎，哈马斯会同意吗？所以那个停火到底会怎么样很难讲了来一讲。其实这一次先提到这个 Robert Kennedy Jr. 真超有趣。原本川普是很挺他的川普是认为他拿的甘乃迪的名字家族的名称，加上过去又是民主党，又是做环保律师，可以吸走拜登的票。结果殊不知后来乱了，为什么 Kennedy 后来说我出来选举是为了要质疑疫苗？我认为疫苗有晶片，疫苗有毒，然后他反疫苗的，反疫苗，搞了一下之后，后来发现，川普的人认为说Kennedy 还不错，川普认为有威胁，开始跟他谈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谈出位置，大概是这个原因。但我认为是这样，这一次最有趣的就是民主党的党纲因为这个。贺锦丽一直被批评说你没有政策说现在选举只剩90天，你去到网站上你找不到政策栏那从贺锦丽的观点来说我才刚被提名，对不对？本来是拜登提名，现在是我提名，我还没时间去筹备一个政策小组。但确实这一次的民主党的党纲在一定层面上就是代表的就是贺锦丽他个人的一个选举主轴跟政策。但这一次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首度纳入这个6项保证。那为什么我觉得这有趣呢？因为大家不要忘记，6项保证当时是谁推的？1982年雷根是共和党的英雄雷根是共和党的英雄，他主张的政策6项保证，对台湾的6项保证，结果现在被民主党拿来用。但我们快说6项保证，它其实主要针对就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它对于台湾主权的定位跟立场不会改变。第二个呢，不会迫使你台湾去跟北京，他们的台北跟北京，但事实上就是台湾跟中共去做任何的谈判不会去胁迫。第3件事情呢，就是说不会停止对台湾的军售。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民主党特别把雷根总统的6项保证纳入其政见里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对台立场应该是具有相当一贯跟一致做法。好，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交通部长李孟燕下台了，不过廉政署现在要查什么？就是为什么他的外遇对象张小姐住在张纲维旗下的房子里面那现在就要看到底有没有不当的往来，就房子到底是张小姐自己买的，还是李孟燕买给她的？如果是张小姐自己买的，张小姐的钱从哪里来？有赚那么多吗？如果李孟燕买给她，李孟燕的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当公务员的薪水，还是有商人资助她？或是说根本就没有买，是人家免费给她住的如果免费住或者免费送更糟所以要去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房子那因为他小三身份曝光，就说他是福建来的，现在租的房子值3000万
那么黄国昌还说，是不是无偿提供的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哦，那这个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还是无偿提供的，都会起人疑窦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住在这边很久啊，那黄阳明去查说，过去10年有没有这个现在实价登录嘛，有没有实价的交易是没有查到，没有记录。换句话说，这个房子没有买卖记录，那没有买卖记录。那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房子怎么变成你住呢？啊，那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啊，就被人家拿出来质疑了，也不一定是怎样了啊。那李梦燕的婚外情从 PTT 这个爆料的，这账号说是被盗用，他们去查到底在哪里啊？说是在美国，反正经常就是这边发，然后经过转，说都抓不到，因为呢 IP 都在国外啊。好，那么这个李梦燕她曾经做过缩胃手术，她原来是比较胖的哦。那缩了胃以后呢，就瘦很多啊！原来各种病啊，什么糖尿病啊，什么好像也没有了。而且据说还是赖清德那时候呢给他介绍的医生啊，就表示赖清德对他呢还是关系不错的哈。那另外呢，这个当时预备要当交通部长了，他还跟张刚伟的律师喝咖啡。哦，那为什么？这很奇怪啊！王宏威才在立法院咨询你，第二天你就喝咖啡，这瓜田李下之嫌总要避一下嘛。哦。不过呢，说这个张女哈是国民党员，说为什么呢？说有一个同名王心怡的团队说，对他们曾经介绍一个人去这个加入国民党，是同名同姓，但是呢14年以前是不是同一个人不知道啊？也许那个姓名呢很普遍啊，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出去玩，开心毕业，留下合影。她是李梦燕婚外情的对象，陆籍张姓女子。脸书还有多张自拍照，传闻她曾在按摩店上班，也从事过8大行业。透过司法院判决系统，还能查到，还真的有一位和她同名同姓的人。从100年到103年，有4次妨害风化的刑事判决。实际致电张小姐没有回应，而她住的地方更掀起争议。张小姐住在新北永和，价值3000多万的高级社区，是前远航董座张刚伟的建案。先前蓝营爆料，李梦燕曾在大选投票前进出过，甚至与张刚伟在咖啡厅单独见面，当中有无涉嫌不法，廉政署也针对图利罪嫌要一并厘清。如何取得这个房地产的，是弄买的，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部长的时候有没有来协助，或者是其他的案件上面有没有在按住张刚伟？他要基本上要很诚实的坦白面对。看来李梦燕不是下台就能断尾求生。元之，新北的立委当过新北议员，到底怎样？我觉得比较奇怪，是因为那个女生在那个住宅已经10年了嘛。那10年前李梦燕其实她只是台南的水利局长。那张刚伟到底有什么动机？他难道预判到说李梦燕之后会当交通部长吗？所以他为什么在10年前就会投资李梦燕呢？我觉得除非就是说他知道李梦燕背后有人嘛。啊，那时候李梦燕不是跟苏贞昌好，就是跟赖清德好嘛？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啦。不，李梦燕是从台北县出去的嘛？台北县出去的，台北县新北市，然后再到台南，到台南嘛。那不然的话，就是因为这2天一直有所谓的知情人士跟周刊说明啊，就是说那个房子其实是那个张女自己买的，好，不是李梦燕出的或者之类的。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也很好奇，那请问你张刚伟，你为什么要去跟？不是你李梦燕为什么要去跟张刚伟喝咖啡，跟律师见面？你干嘛要去？如果你跟他那么不熟，你干嘛要去？那应该有人说是因为张刚伟一直跟民进党政府陈情啊，因为他的远航案嘛，一直想要复航嘛，所以一直澄清，所以后来民进党政府就派李梦燕。李梦燕她是一个对人就是很会长袖善舞，然后很客气的一个人，就请他去处理，也是有可能。那对照就是张刚伟过去，就是说他不断的找关系，例如说他之前找过和库的前董事长廖灿昌，就帮他处理一些资金的问题，所以他过去跟民进党关系都非常好。那所以是不是民进党政府派李梦燕去跟他沟通，也是有可能。那李梦燕这一次因为外遇下台啦，大家觉得会觉得不寻常是，过去蔡英文的时代好像他们的政务官有外遇不需要下台，比如说王必胜，那为什么现在那个李梦燕要下台？到底出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其中有一个，当然有可能是赖清德跟蔡英文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李梦燕的外遇对象是陆配，那是一个前陆配，现在这个陆籍女子嘛。
那这就比民进党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民进党每次都搞抗中保台，而且他把所有的，比如说在台的一些陆配或什么都讲成第5纵队。好，那如果你们骂这些人，然后结果你们的政务官都外遇，都是嘴巴上抗中，实际上舔中，那这样子的话，对他们支持者无法交代，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原因之一啦。最重要的原因你没讲到，人家小三没出来闹嘛。李梦燕这个是最初的消息，是他自己 PO 的照片，他提供的照片。王必胜的那个这个外遇对象生的小孩都不出来讲话，你不出来讲话就比较好，你出来讲话，当事人要出来跟你闹就很惨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不是关键？有可能，这很重要的因素啊，都爆出更多东西，爆出更多东西出来。不过我觉得李梦燕这个事情，其实李梦燕是早就已经被盯上，因为在立法院在2、3月的时候，我们在立法院各政党之间其实就有听到这个讯息，才有黄国昌去质询说你有没有跟张纲维，我质询李梦燕，你有没有跟张纲维喝咖啡？后面王宏威才会报说他跟张纲维的律师喝咖啡，也因此他才会说，他才会想跟他的女朋友断绝往来跟关系。那现在外界都在讲说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来。不过我认识的李梦燕是他在台北市卫工处在李四川底下担任科长的时候，其实他在技术的专业上，其实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从陈仲彦到李梦燕到今天早上林怡景，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真的是杀得刀刀见骨，一枪毙命，所以我才说李梦燕其实是早就被盯上了，而且从现在无论是说这个 PPT 是被盗用的，或者 IP 在国外，这比现在媒体可以挖的资讯，说爆料出来比媒体可以得到的资讯更多，可见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大家准备很久，单传来的。等你爆，就准备要爆出来。就是说，我觉得赖清德他在自己还没站稳脚步的时候，他出手出得太快了。过去民进党都是派系平衡，他现在自己还没站稳脚步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权力都抓在手上，定于一尊。那当然派系会想办法把资料等着最适当的时机一个一个丢出来。所以民进党现在赖清德上任3个月，无论在两岸、在国际。或者在国政上，其实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建树，就是看到他自己的权力危机不断的在处理，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处理好。来，副秘书长。对啊，我刚才觉得说，一开始丢出来这个照片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是不是由爱生恨，是不是因为分手，所以才把照片 PO 出来？可是这个跟一般来说很不一样的因为陆陆续续马上说这个女生住哪里，以前做过什么样的行业。如果是我自己要爆料的话，我不会把我自己揭露出来嘛。而且这个出手的时机也很精准。那时候是李梦燕带着记者团去垦丁的时候，她等于把一群记者带在身边的时候，一个丑闻出来，记者直接问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爆料的时机点非常非常的奇怪，我不相信说单凭一个说他所谓在一起10年的情人，他可以掌握到这么样多的讯息，甚至不惜把自己揭露。像刚刚那个新闻里面说，记者也打电话给这位张姓女子，怎么会有这个电话？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一切在1天之内几乎就整个铺排出来，甚至说从美国 VPN 回来的这个 IP， 这个我相信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小三自己做的。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说，李梦燕本来说这件事情他要开记者会，然后说有人说后来就没开了，说因为有人告诉他说要解释什么，还是先不要好了。然后他也真的其实他请辞都没有出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没错，就一连串的，不管是陈忠燕、李梦燕到今天的林怡景，大家看得出来，似乎有一股力量，不管是内斗，或者是当今的这个当权派的人，我杀自己人给你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寒蝉效应。南京，我觉得这一阵子释出来的讯息，就以说她曾经是这位张姓这个女士啊，她曾经是国民党员呢，这个最诡异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说她被安排在对，她就是第5纵队啊，她就被安排在李梦燕的身边潜伏很多年吗？就加入民进党当民进党员了？不是，这很奇怪啊，就是说她安排在她的身边潜伏很多年，然后在关键的时候要杀赖清德一刀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奇怪。而且呢，就像这个徐府刚才讲的，他们的讯息的这个释出呢，非常的有节奏啊。然后我觉得首先呢，要赖清德呢，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要用放大镜啊来观察赖清德的这个用人，从陈宗彦到李梦燕，他们都是在这个赖清德在台南市政府团队的时候，
就是涉足这些风月场所啊，然后呢一个喝花酒啊，另外一个呢有10年的这么长达这个10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婚外情，那你赖清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气氛？你到底是怎么样去领导你的这个团队，会让他们觉得说在你手下做事这些东西呢都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奇怪，而且这个陈宗彦呢。他任内，他在这个台南市政府当这个新闻国际处处长，还有民政局局长任内的时候，他的跟涉嫌跟这些业者哈之间有那种帮他们关说啊，然后还有这个涉足就是招妓的这个事情，是曾经有调查过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赖清德呢还是把他呢拉拔到这个中央来当官。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用人的逻辑，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用人逻辑，才让其他的人觉得说无所谓？好，否则的话，你陈宗彦，这个李孟彦，你自己很知道你有这样的问题嘛？然后当你已经被跟了，这如果没有意图安排的话，谁会知道你那个去喝咖啡去那个人是张刚维的这个律师呢？就是已经有人在盯着你了嘛。在有人在盯着你的这个情形之下，你为什么对于你自己可能有的相关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警惕警觉，你还敢接下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大概是觉得说钱有利啊，有这个王必胜的例子在前，我可能这一关或许过得了，还存着一点侥幸心理。要不是因为这个女子呢是个陆配的身份，她才在第一时间的赶紧把那个辞职的话，否则我觉得这个就是牵涉到赖清德的领导风格的问题了。谢谢，再回来。